城市就像我們家的客廳一樣，從房屋看出去，北京的 CBD 區域，這個房子只有41平米，完全是老破小。它是一個長條形，面寬是3.15米，只有南部会进入光線，好像是生活在一個山頂的洞穴裡邊。我09年搬進來，前15年都是我一個人生活。15年以後有各種問題，有的玻璃都碎了，我用膠條貼着那麼生活啊，一直到我和我愛人遇到谈戀愛，我才覺得不改不行了。24年重新为了2個人的需求做設計。歡迎，請進。我一個人住的時候，幾乎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。我太太就說，她就需要一張大桌子。窗戶前面最亮的位置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桌子，收藏空間跟我原來的已經乘3了。窗戶兩側，桌子下面，床底下，廚房盡量3面都用上。对面是2個大的衣櫃，我跟我愛人一人一個。這些是承植所有的衣服。到這兒你習慣了這種生活，正好沒有那麼多東西，生活更方便更簡單。我挺習慣我們倆蝸居在這兒。再往裡走，它變成了書架，對面就變成了衛生间。在這個狹長的走廊裡邊，空間就變成一個有節奏的，在廚房被放大一次，在衛生間又被放大一次，一直走到房間裡邊被最終放大。你不會覺得太壓抑，盡量從比較便宜的材料裡邊挖掘出它的意義。用的這些板材，粉刷石膏，更自然的原始的質感。我們倆都是 I 人，幾乎在家不會聊工作。我們最近探索喝八宝茶、炸刨冰。平常主要是鬥嘴，你今天偷吃了什麼？所以我必須再加一份什麼，像是一個洞穴和一對土撥鼠，誰睡在外邊，誰就是那個手動的。我們每天起來一眼看到外邊的窗口，天氣陰雨啊，外邊吵不吵，我們那個是不是要繼續躲起来？我愛人每年有一部分時間不在國內，我每天晚上回家，從樓下看這個洞口都是黑的，我就覺得它沒那麼像家了。我們家外面是一個更大的家，比如見朋友、娛樂，輻射到更大的城市環境裡邊。北側是亮馬河，我愛人他特別喜歡划船、滑桨板，順着亮馬河往東走是朝陽公園。城市公共生活多了，就会讓人们不覺得自己是被關在籠子裡的動物。從建築師角度，每個人都值得擁有自己的房子，滿足了你最基本的需求，能給人們更多的體面，更多的自由。我太太也是建築師，江湖上也能喝出名號。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我太太這個人神交已久，直到2023年她去我辦公室玩，很自然就一步一步就走過來了。没有辦婚禮，也沒有拍正式的婚紗照，我們就想用某種安靜一點的方式旅行結婚，看了一圈科普企業，這是建築師的某種夙願。我給我愛人讀書，因為我記着我爺爺會給我奶奶讀書啊，那些時刻都感覺是很安靜的，特別像一個家裡邊應該發生的事情。我現在穿這件衣服就是淘寶上38還是45買的。你怎麼能擺脫那些日常的煩惱？當你降低物慾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好像世界更大了，自由度也更大了。